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美的中国故事，这个故事叫做《牛郎织女》。对，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很多很多年，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。是的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困难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名字叫牛郎。牛郎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死了。牛郎只能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，但是哥哥嫂子对他很不好。嫂子让牛郎做很多很多的工作，牛郎每天都要放牛。放牛就是带着牛去吃草。牛郎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带着牛到山上去。牛郎很孤独，他只有一头老牛陪伴他。这头老牛很特别，它不是普通的牛，它是一头神牛。神牛就是有神奇力量的牛。这头神牛很聪明，也很善良。有一天，神牛对牛郎说话了，牛郎很惊讶，因为牛是不会说话的。神牛说：牛郎，你很孤独，我要帮助你找到一个妻子。妻子就是和你结婚的女人。牛郎听了很高兴，但是也很疑惑。疑惑就是不明白的意思。牛郎问：我这么穷，谁会愿意嫁给我呢？神牛说：明天晚上你去湖边，那里会有一些仙女来洗澡。仙女就是住在天上的美丽女子，她们有神奇的力量。神牛继续说：你要拿走其中一件衣服，那件粉红色的衣服。牛郎问：为什么要拿走衣服呢？神牛解释说：仙女的衣服很特别，没有衣服，她们就不能飞回天上。牛郎明白了，如果仙女不能回天上，她就会留在人间。第二天晚上，牛郎来到湖边，他躲在树后面，静静的等待。不久，天空中飞来了7个美丽的仙女，她们像鸟一样飞下来。仙女们脱下衣服，跳进湖水里洗澡，她们在水里嬉戏玩耍。嬉戏玩耍就是开心的游戏，仙女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。牛郎看到了那件粉红色的衣服，它比其他衣服更美丽。牛郎悄悄地走过去，拿走了那件粉红色的衣服。过了一会儿，仙女们洗完澡要回天上了，她们穿上自己的衣服。但是有一个仙女找不到她的衣服了，她就是织女。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，王母娘娘是天上的女王。织女很着急，没有衣服，她不能飞回天上。其他仙女也很担心，但是她们必须回去，她们不能在人间待太久。仙女们飞走了，只留下织女一个人在湖边。织女坐在湖边哭泣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牛郎从树后面走出来，他手里拿着织女的衣服。织女看到牛郎很害怕，她问：你是谁？为什么拿我的衣服？牛郎说：我叫牛郎，我拿你的衣服是因为我想和你做朋友。织女生气地说：快把衣服还给我，我要回天上去。牛郎说：请不要生气，我很孤独，我想有一个朋友。牛郎继续说：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我家里住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织女看着牛郎，牛郎的眼睛很真诚，很善良。真诚就是诚实，不说谎。织女感觉牛郎是一个好人。织女想了想说：好吧，我可以在你家住几天。牛郎很高兴，他把衣服还给了织女。织女穿上衣服，跟着牛郎回到了他的家。牛郎的家很简单，但是很干净。织女觉得这里很温暖。温暖不只是说温度，也是说感觉很舒服，很安全。从那天开始，织女就住在牛郎家里。牛郎每天去放牛，织女就在家里织布。织布就是用线做成布料，织女织布的技术非常好。她织出来的布比天上的云彩还要美丽。晚上，牛郎回家，织女就给他做饭。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牛郎觉得很幸福。幸福就是心里很快乐、很满足的感觉。织女也觉得很快乐，她从来没有过这样平静的生活。平静就是没有烦恼，很安宁的意思。慢慢的，牛郎和织女相爱了。相爱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，想要在一起生活。他们决定结婚，结婚就是成为夫妻。他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只有神牛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但是他们很快乐，因为他们有彼此的爱。彼此就是互相的意思。结婚以后，牛郎和织女过着幸福的生活。牛郎在田里种地，织女在家里织布。种地就是在土地上种植物，比如稻子、
麦子。他们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。不久，织女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男孩叫金哥，女孩叫玉妹，他们都很可爱。牛郎和织女更加快乐了，他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完整就是什么都不缺少的意思。但是，好日子没有持续很久。持续就是继续的意思。天上的王母娘娘发现织女不见了。王母娘娘很生气，她派天兵天将去找织女。天兵天将就是天上的士兵，他们有很强的力量。天兵天将找到了牛郎的家，他们看到织女和牛郎在一起。王母娘娘亲自来到人间，她对织女说：“你怎么能和凡人结婚？”凡人就是普通的人，没有神奇力量的人。织女说：“我爱牛郎，我们很幸福，请让我留在这里。”王母娘娘说：“不行，你是仙女，不能和凡人在一起。”王母娘娘用魔法把织女抓走了。魔法就是神奇的力量。织女被带回了天上，她很伤心，一直在哭。牛郎看到妻子被抓走，也很伤心。2个孩子也在哭，他们要妈妈。神牛看到这个情况，对牛郎说：“我要帮助你。”神牛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你用我的皮做一件衣服。”神牛继续说：“穿上这件衣服，你就能飞到天上去找织女。”牛郎很难过，他不想神牛死。但是神牛说：“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我愿意为你们牺牲。”牺牲就是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。神牛死了，牛郎按照他的话，用牛皮做了一件衣服。牛郎穿上牛皮衣服，抱着2个孩子飞向天空。他们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天上。牛郎看到了织女。织女看到牛郎和孩子们，非常高兴。但是王母娘娘发现了牛郎，她很生气。王母娘娘拿出一根金簪，金簪就是女人用来装饰头发的东西。王母娘娘用金簪在天空中划了一道，立刻天空中出现了一条大河。这条河把牛郎和织女分开了，他们不能见面了。这条河叫做银河，我们晚上看到的那条星河。牛郎在河的一边，织女在河的另一边。他们只能隔着河互相看着，不能在一起。隔着就是中间有东西阻挡的意思。牛郎和织女都很伤心，他们每天都在哭。2个孩子也很想妈妈。他们的眼泪感动了所有的喜鹊。喜鹊是一种鸟，它们的叫声很好听。喜鹊们决定帮助牛郎和织女。每年的7月7日，所有的喜鹊都飞到银河上。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座桥。这座桥叫做鹊桥，鹊就是喜鹊的意思。牛郎和织女可以在鹊桥上见面，但是他们1年只能见1次面。每年7月7日的晚上，他们在鹊桥上相会。相会就是见面的意思。这一天如果下雨，人们说那是织女的眼泪。因为分别的时候，织女会哭。如果天气晴朗，人们说那是牛郎织女高兴的笑声。晴朗就是没有云，天空很清澈的意思。从那以后，每年7月7日就成了一个特别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叫做七夕节。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就是恋人们庆祝爱情的节日。在七夕节的晚上，人们会看天空中的星星。牛郎星和织女星就在银河的两边。人们说，如果你仔细听，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话的声音。年轻的女孩们会在这一天祈祷。祈祷就是向神灵许愿的意思。她们祈祷自己能找到像牛郎一样好的丈夫。丈夫就是女人的老公。她们也祈祷自己能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。心灵手巧就是很聪明、手很巧的意思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。第一，真正的爱情是很珍贵的。珍贵就是很有价值、很难得的意思。第二，爱情需要坚持。坚持就是不放弃、一直努力的意思。第三，有时候爱情会遇到困难。但是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困难不能把他们分开。真心就是真正的诚实的意思。牛郎织女虽然被银河分开，但是他们的心永远在一起。永远就是一直没有结束的意思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家庭很重要。牛郎和织女有了孩子以后，更加珍惜彼此。珍惜就是很重视、很爱护的意思。他们为了家庭，愿意承受一切痛苦。
承受就是忍受、接受的意思。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，善良的人会得到帮助。牛郎很善良，所以神牛帮助他。织女很善良，所以喜鹊们帮助她。善良就是心地好，愿意帮助别人。在中国文化中，牛郎织女的故事很重要。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和习俗。这个故事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的爱情观。爱情观就是对爱情的看法和态度。中国人认为，真正的爱情应该像牛郎织女一样，即使遇到困难，也要坚持到底。坚持到底就是一直坚持，不放弃。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还是相信这个故事。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会和恋人一起庆祝。恋人就是相爱的两个人。他们会互相送礼物，表达爱意。表达爱意就是说出或者用行动显示自己的爱。有些人会在这一天求婚。求婚就是请求对方和自己结婚。有些人会在这一天结婚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。吉祥就是好运、幸福的意思。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很多艺术作品。改编就是根据原来的故事创作新的作品。有戏曲，有电影，有小说。戏曲是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。这些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美丽的故事。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牛郎织女的故事很有用。这个故事包含了很多中文的基本词汇。基本词汇就是最重要、最常用的词语，比如家庭、爱情、结婚、孩子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。日常生活就是每天的普通生活。这个故事也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内容，比如孝顺、善良、坚持。孝顺就是对父母好，听父母的话。这些都是中国人很重视的品质。品质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。理解就是明白、懂得的意思。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中文表达。表达就是说话或者写字的方式。比如相爱、分离、思念。分离就是分开的意思，思念就是想念的意思。这些词在中文里很常用。学会了这些词，我们的中文会更好。牛郎织女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传说。传说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。它反映了中国人对爱情和家庭的理解。反映就是显示、表现的意思。它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。价值观就是认为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对的。中国人认为爱情应该是忠诚的。忠诚就是专一不变心的意思。中国人也认为家庭比个人更重要。牛郎为了家庭愿意冒险飞到天上。冒险就是做危险的事情。织女为了家庭愿意放弃天上的生活。放弃就是不要了，舍弃的意思。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。体现就是表现出来的意思。家庭观念就是对家庭的看法和态度。现在的世界变化很快，但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依然很受欢迎。依然就是还是仍然的意思。因为爱情和家庭永远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。人类就是所有的人。不管时代怎么变化，人们都需要爱。时代就是历史的不同时期。都需要有人关心，有人陪伴。陪伴就是和某人在一起。牛郎织女的故事给了我们希望。希望就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。它告诉我们，真爱是存在的。存在就是有真实的意思。它也告诉我们，爱可以战胜一切。战胜就是打败、克服的意思。即使是王母娘娘的阻挠，也不能真正分开相爱的人。阻挠就是阻止、妨碍的意思。因为他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。连在一起就是结合、不分开的意思。这就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力量。它给人们勇气，让人们相信爱情。勇气就是不害怕、敢于面对困难的精神。相信就是认为是真的。在学习中文的路上，这个故事是很好的材料。材料就是用来学习的内容。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学习语言，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。思想就是想法、观念。这样的学习是有意义的。有意义就是有价值、有用处的意思。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。分不开就是不能分离的意思。学好中文就要了解中国文化。了解中国文化就要听这样的故事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就
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开始就是第一步，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很多东西，学到就是获得知识，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属于就是某人的，像牛郎织女一样真心相爱，像牛郎织女一样永不分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